今天的盘面让大家都有点紧张啊！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分析，说是因为贝森特昨天夜里突然指责我方谈判代表，导致市场认为中美贸易的前景暗淡，进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大家要看到贝森特和川普在发言之后几个小时的表态，又说如果我方愿意放宽稀土管制，美方呢是愿意退让的。换言之，我们这次虽然是正当防卫，但是这次的反制并非是普通的警告，而是要坚持到底的战略反攻的号角。不管对方退或不退，我们必然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今天聊一下我的判断。前天3季度经济座谈会上，咱们家领导都开始手把手的教参会人员要如何构建回答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理论指导了，提出了4流支撑来看基本面的建议。可是呢，这几天各种专家和外资机构就还是能硬着头皮继续唱衰，也是一大景观啊。加上本周中美摩擦加剧，市场承压，又让某些人找到了可以发挥的机会呀。尤其是这几天各种金融数据公布了，有些人真的就是已经抽象到了同一个数据、同一套理论体系，只要抛开事实不谈，就能用各种假设性的前提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或者说华尔街想要的结论。举一个奇葩点的例子我才看到的，一位财大的老师说9月的社融数据虽然8.7%的增速很快，但是增速最快的是政府融资，企业的贷款增速只有 6.4%， 是前者的1/3。然后就开始强调，政府不是直接创造财富的，是管理职能，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实体经济。这个概念它偷换的就很好，不直接创造财富和不真正创造财富，但这完全是两码事从任何普通人的认知上来说，就能明白基建的改善会有多大的经济赋能的价值。这几天工信部提出的要将城域网络提升到毫秒级运算，就是这个消息的价值就不只是一句不直接创造财富能定义的。而从学理上说，经济的外部性不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吗？用偷换概念做前提，然后经过一番看似合理的充满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暗戳戳的结论，基本面堪忧。而同样的数据就是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月的降幅都在同比缩窄，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还上涨了 1%， 涨幅连续第5个月扩大，为近19个月以来涨幅首次回到 1%。 数据和概念其实本就是可以被通过不同的分析角度任意打扮的，如果不能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做分析，只看数据并不能完整的反映经济情况，尤其是我国这种人口市场规模和制度优势原本就超出了，所以无论是唯 GDP 论还是现在看统计数据与金融数据，最该做的是回到实际情况中去分析。环比是比本月和上月，同比是今年比去年，同比差异和环比差异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哪些是因为今年我国的反内卷式竞争改革带来的发展转向的数据体现，哪些是全球能源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我一再强调，要理解世界地缘，理解经济历史脉络，才能得出切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的原因。不只是我在质疑目前一些机构和专家的分析脱离基本面，还大谈基本面，上面也在明确的提出要求和指导就是前面说的第3季度座谈会上面，是继24年7月提出全面准确掌握真实情况的要求之后，第2次对与会的专家企业家讲述分析经济形势的方法论，要求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更宽的视野准确把握，从5年规划的实施来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参会的是4位学者和4位企业家，他们做了汇报之后，高层给了这样一番建议，这无异于是在说与会者所反映的情况不够真实全面，视野太窄，观察的时间维度过短嘛。那再结合以花旗、高盛、大摩等机构的口径为主旋律的那套基本面分析套路，现在的很多宏观分析的风格其实是因选取的切入角度、分析框架和标准的不同，可以得出千万种结果来嘛。事后来看也不怎么反映当时的情况，比如大摩不就是各种翘楚吗？属于是无论你觉得好极了或者是糟透了，它都能以抽象的数据作为支撑。这其实是因为理论框架本来就失效了，导致理论根本不能指导认识情况，于是就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先这么觉得，然后顺着自己的感觉一找数据肯定能圆上。大摩的团队2季度的时候说，1季度咱家的外贸数据好，是因为美国市场担心冲突，所以要囤货。3季度的时候说呢，2季度外贸好，是因为贸易战爆发了，还是要囤货。好，3季度我们的外贸还在增长，他就不提这茬了。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第3季度的外贸
贸数据就是在我们给出反击的组合拳之前公布的。另外2家高盛和花旗之前还言之凿凿的悲观预期，现在被无比的打脸。截至9月，中国的出口进口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双增长，进一步降低了对美贸易的依赖度。现在美国市场在中国的外贸中占比已经低于10%。实际上，无论是说水牛疯牛基本面不支持，还是说经济承压的判断，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关税讹诈和国际贸易垄断不肯跪吗？他们想证明的其实是我们离不开美国的市场，离开我们要完，或者说想让我们相信我们离不开美国市场，美国就代表了全球化。而我们的出口数据其实就是在用实际情况证明，美国的市场并没有那么重要，美国已早不代表全球化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制造国是需要市场的，可是全世界都可以是我们的市场啊！如今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3大贸易伙伴都是我们，这才是基本面。更有意思的是，英国对我们的出口增长竟然是排名世界第1的。为了有生意做呀，都顾不得最铁的盟友daddy的限制了，这才是基本面。我国的出口产品中，高价值工业品的占比越来越高，比如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高达54.9%，早都不是衬衫袜子了，这才是基本面。而如果真正要建立一个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认识，需要的就是更宽的视野、更长期、更重视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的创新才行。所以就在会上给出了4流支撑这个指导，即从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支撑来看经营主体的活力，而不是用单一的投资、社融、主体数量等传统抽象的指标来判断。之前提到的工业品的涓滴经济这个框架其实也是秉承着这样的思路的。当年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涓滴经济学是通过减税、放开监管，把钱给到富人，让富人通过投资或者消费把钱流动到下游。但实际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钱不仅不会流出去，还会因为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原因，被不断的虹吸到大资本的控制之下，聚集到金融产业而非实体产业。但如果是工业品能够出现在我国偏远的欠发达的地区，说明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可以到达祖国的末梢地区的。这4流在毛细血管里面能有很好的流动，其实反映的就是主动脉目前的流动情况以及基本面是良好的。这跟我前面提到的外贸数据在持续向好所反映的态势是一致的。这个判断呢，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呢，也是可以看出来的。9月社会融资规模、M2 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都明显高于经济增速，说明金融对实体的经济支持是稳固的。事实上，从国家给出的这4流支撑的判断来看，我们正在成为新的全球化核心，货物是从中国流向世界的。信息流伴随着我们的 5G 电子终端自媒体平台在影响和辐射着世界，资金流正不断的注入香港，人流也随着我们不断的开放免签入境限制大大增加。那么既然一切向好，这周的市场怎么这么让人难受呢？实际上我认为本周的市场表现恰恰说明，在中美本次的摩擦中，我们正在变得更为主动。之前是美国制造冲击，我们被动应对，给市场提供稳定性，而这一次我们的反应明显更为主动，手段也更为彻底。换言之，就是在贸易摩擦的这个领域我们正在主导战略反攻。从中美2018年开始的贸易摩擦观察，初期我们都是以防守为主的，保存力量，减少冲击。之后进入到拜登执政的阶段，其实他也并没有放弃特朗普开始的这轮对我们的贸易战略，在芯片、光刻机等领域还不断的加强攻势，属于是斗而不破的状态。直到特朗普重返大宝，再次发起关税战突袭时，我们的应对就开始转为相持了。反制的态度愈发的坚定，手段也更为精准，但是力度还留有余地。直到这次的反制启动的时间和力度来看，我认为是结合了我们自身基本情况的，在最有利于我们的时机采取了战略反攻。现在再来看9月几次“14·5”成果总结会上，各个部门对于“14·5”期间的发展成果的汇报和定性是积极的、笃定的。之后国庆8篇中财文肯定了成果，直面了问题，也给出了新的方向。对内科技挂帅，深化改革；对外构建新的全球化秩序。随后就在美国政府停摆的档口，我们开始了隐忍多时的反击。可以说，美方的加码不是这个月加的，也不只是上个月加的，它一直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而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美国加码挑衅，毫无诚意，我们不会立刻反制，但什么时候反制是要根据最有利于我们的节点条件，给予最有效的回击来判断的。从稀土管制这次的力度
和实体清单的操作，都是直击美军要害的。稀土很好理解嘛，军工必需品。其实对韩华在美5个子公司的制裁，最受影响的就是美国海军力量，因为美国的造船业呀，基本上现在全靠韩国撑着，一旦被制裁，美国现在独立是修船都费劲，造船呢更是遥遥无期。这次我们的反制手段强硬的程度可以说是远超以往的。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一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略相持是为了寻找时机，以最快速、最小损失的方式完成反攻，取得胜利。那么可以说，其实本轮在货物贸易和关税这件问题上的摩擦已经要开始进入尾声了。越想快速的在谈判桌上敲定成果，就越是要在战场上让敌人清醒过来。如果双方可能在月底见面，那么在那之前，我们的攻势就会越猛烈。这种猛烈是建立在对内我们能把握住自己对市场的控制的前提下的，在我们展现出的是长期沟通无果、合理正当防卫的道义前提下的。全球经济体都知道，并非是我们想主动挑起摩擦，任何措施对于美方这个漫天要价都是必要的反抗。实际上各国已经尝试过了，对美退让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次反制的3连招一出，其实舆论风向啊还是有很大的改变的。以前呢稍有摩擦，国内市场陡若筛糠，各种投降输一半的言论大行其道，绥靖主义者嘛，总是用理性来给自己的软弱遮羞。而这一次，一来市场虽然承压，但是早已没有了恐慌，正好是消化今年自7月以来增长的好机会，交换筹码，倒车接人，同时打破一些有悖于大方向的不良倾向。我多次强调过 ，A 的工具目的是服务于实业，增加一些分配刺激消费，同时修复资产价格。但是不可能产生泡沫，让过度金融化的发展腐蚀制造业，尤其是我们现在蒸蒸日上的科技产业的突围。2是不可能让社会产生一种可以凭借投资躺平脱产的倾向。如果科技人才做事还没有投资有前途，那才是危机当头。而一些唱衰基本面的声音虽然有啊，但是并不主流，且基本都有种市场终于回应了他们的这种看衰的兴奋感，而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利益获得了增加。但是呢，这次我们反攻之后，他们下次再得意要等多久就未可知了。如今美国长期情况是制造业凋敝，内部撕裂严重，政治极化，经济泡沫，阶级对立。短期的情况是政府停摆，两党缺乏共同利益来调和，政治制约无效，权贵和资本集团正在大肆兼并敛财，社会动荡。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双方实力逐步拉开差距的情况下发起的反制。美国这次肉眼可见的丧失了控制节奏、取得战略目标的这样的控制力，而且本来美国的战略目标也只是要围堵我们和攫取利益，如果围堵失败且还要蒙受更大的损失，美国向来是会在这种时候及时止损的。在曾经越南、喀布尔和也门外海都做了同样的选择，而我们的战略目标是突破围堵，自身实现技术上的快速突破。目前我们已经很好的实现了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个战略目标，技术突破也因为对手的大缺大得的助攻明显进步显著。既然双方战果已定，美方已经不能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我们本就无心恋战，所以我认为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的中美博弈将很快会进入尾声。国家博弈其实从来看的都是利益，并不会赌气，但是中美之间的较量将会转入更深更激烈的其他维度上。如今对美的边打边谈，跟当年对美朝鲜停战谈判时非常相似。美国还是那个盛气凌人但利益第一的美国，中国还是那个奉陪到底的中国。不同的是，我们突破这一轮摩擦的制约之后，迎来的是下一步的大发展和大突围。而这一口又没有吃到肉的美国，面对的是更大的麻烦和危机：金融的泡沫、降息后的通胀、被金融业掏空的科技和制造业的衰退，以及摇摇欲坠的世界霸权的反噬。100万军队的福利和欲壑难填的权贵与资本，还是要把主席的论持久战拿出来看一看的。弱势一方抗争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战略相持阶段，一旦顶住强势一方的进攻，通过持久战消耗敌人，壮大自身，积小胜为大胜，实现战略反攻，攻势一起必然是摧枯拉朽。今天晚上8点有直播，大家预约一下，不要错过了。